新娶的夫人吗？你长得没有我母亲和阿娘好看。叫什么姨母？叫阿紫。还有，说谁不好看呢？你给我赔！给我赔！行，好，停。知道了。阿紫可厉害？厉害！小屁孩。早就听闻谢家娘子不好女工，不喜风雅，不务正业，嚣张跋扈。今日一见，我倒是觉得妹妹聪明灵动，让人见之欣喜呢。我也听闻阿紫所嫁非人，孤苦愿意。今日一见，却是怡然自得，清风自来。可见传闻并不可都信。母亲不爱出门，是因为她太穷了，一出门就忍不住要买书，可贵了，一卷古书得有3个9连环呢。我也无别的爱好，就爱藏些书罢了。这几日还淘到了20来卷有趣的野史，还有从西域来的几筐教义经书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几本前朝的画。一说到这些，就有些多舌了，妹妹听着无趣吧？理解，我也爱收藏各色石头，还会搞些奇技淫巧。或许我可为阿紫做个书吏，可将阿紫的书分门别类，方便归置寻找。拆卸后还能随身携带呢。妹妹若是真的会做，那可就帮我大忙了。既然你喜欢机关淫巧，我记得我这儿有几本书记载的就是古时失传的技艺，我也看不太懂，便一直搁着了。妹妹若是不嫌弃，今日就当见面礼了。那阿紫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我疼！阿紫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。这儿是涌泉，如果这儿痛呢，说明平时体内有瘀。这儿是足阳明胃经，平日里你脾胃也不太好吧？哎，阿紫，你救我！妹妹忍着些，你现在疼，一会儿按好了可松快了。哎，世子妃啊，昨夜你又是子时过后才睡的吧？你若再如此，别想再有安神汤。两位阿紫，没想到你们关系这么好啊！难不成你也以为我们像外面传的那样，天天都成无忌言？啊，没有。当年我生子期的时候呢，便是世子妃亲自照料。这些年我在外随军，子期也只由她教养。若说这府里谁与我最亲近，不是世子，而是世子妃。就连每月的家书，我也是寄给蕊夫人的。厉害，萧无义，你真是人才啊！治军一流，治家也是。侧妃，世子有请。世子找我。萧无义，你总算是救了我一回。两位阿紫，我先走一步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是世子特意嘱咐你给侧妃调理身子的。正是，倒也是用心良苦了。我记得你从小就喜欢吃酸的，这个是当季新鲜的梅子做的酸梅糕，你尝尝。怎么样？儿子在军中就想念母亲这手艺呢。这往后你是怎么打算的呀？如今3州之地已定，我与北秦的和谈还在。谁问你和谈了？我问的是你的终身大事。我提出改制，动了世家的利益，太后未表立场，定会对和萧2世的联姻心存芥蒂。等待时机成熟，我就会了结这门婚事，还河源姬自由，也让大哥和她都可以。母亲的意思是，人生路远，2个人携手，总比1个人独行的好。
为娘真的不希望你真的无意。那日你落马昏迷，佳玉来找我，说让我对你公平一些。他虽不知道事情的全貌，却也能看出你的难处。我看着他是个好孩子，他对你也有心。谢佳玉本性纯善，但他已经有心上人了。那又如何？纵然是别人手中的纸鸢，你若喜欢，争取一下又如何？更何况现在这个县在你手里，论名分，你不输任何人。阿娘是让我去抢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争抢一下又如何？可我答应过云昭郡主，要给谢佳玉选择的自由。你见过云昭郡主了？我为了自己要走的路，已经拖萧家下水了。我不想再连累旁人。夫人，我钓了条大鱼，你儿子不行啊，半条都没钓到。哎，你爹呀，真的生性调皮。来，我跟你在满上。好，那我也。此次比试所赢的3州之一的越州，就是我夫君的战死之地。阿紫，你这些话我都听了3遍了。我高兴啊！若他在天有灵，知道越州重回大业，他一定很开心。阿紫，那你夫君他长得英俊吗？那当然，不然为什么我偏偏挑中他？当时他可是连聘礼都拿不出来。你家那位先生英俊吗？对呀，英俊吗？明白了。哎，那你要这么想的话，小五爷好惨啊！打仗打得那么厉害，但他成了3次婚，没有一个人要他。哎，来啦！说他这个人啊，他脾气不行。我们玩水去。其实人本性还是不错的，就是脾气太臭了。谢佳瑜，你刚刚说我什么？阿紫，那个我也去玩水。好，特别好，就没见过这么好的人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李乐君的新八字。不管从北秦还是南叶的历法星宿上来看，他和鹰王的八字都是大凶之兆。把这个换入玉蝶，希望能帮到他吧。好，谢谢。我只成过1次婚，我不需要你可怜。啊？我脾气就是很臭。啊？哦不，哎，情况便是如此。看来世子留在京中1日，风波便1日不会停。有人想要世子与北府兵离心。世子妃似乎并不担心太后与靖安王府之争。我更关心的是，世子恐怕是真喜欢上谢佳玉了。你才看出来啊？你早看出来了，不跟我说。那是因为我赌他俩人啊。没戏。为何？那萧无一此人就没有想要去得不到的东西啊？当真？那佳瑜跟齐王殿下……的确，萧无一就没有想要去得不到的东西。不过他心中再喜欢，却不想要，或是压根不敢要呢？非也。这世上能相让之事很多，但唯情义不可让。那咱们赌一把如何？赌就赌。我跟你说，从前我跟我夫君可是总赌的，可从未输过。那你这回一定会输给我。其实我忘了说了，我还有一层赢面。坏了，佳
佳瑜还不知道子期不是萧无意的，还有你我跟世子的关系，他不会压根儿没看出来吧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去告诉他呀。别着急啊，世子没让咱们说。那万一他误会了怎么办啊？咱们不就有世子乐子可以看了吗？难道你不想看他乐子？我想看。夫人，难得的闲情逸致，又要来这儿啊？田产、铺子、账目，都在这里。从前我郡主府带来的，和你谢氏所有的，都已分割清楚。我带了夫人最爱吃的饵饼，那摊主老李说啊，日常琐事我也与管家交代清楚，你便把这和离书收下吧。我不同意。谢大人，你又何必惺惺作态呢？夫人，好歹我们都是20年夫妻。20年的夫妻，你却从未爱过我。你谢大人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将人心玩弄于股掌之间。你知我投鼠忌器，若揭发李茂身世，他身死，佳瑜必会痛苦，所以你便有恃无恐。你知我脾气，也知一旦东窗事发，我必然是这个态度，可你依然要做。你既已做出抉择，那这也是我的决定。时至今日，我已不是在同你商量。我们还有佳瑜啊！你算计他入靖安王府，算计他用连环弩谋害北府军师，你可还记得她是你的女儿？也对，她并非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可你到底宠了她这么多年，她也喊了你这么多年的阿父。夫人，我也是无可奈何。我所做的已是大局之下最好的选择。你为一己私欲，害死保家卫国的3万将士，这是你最好的选择。那个曾经克己丰功、为天下学子所追随的谢大人，竟成了当初自己最不耻的模样。你不要佳瑜，我要。若你对我、对佳瑜还有半分愧疚，就签了这和离书。从此我们与你再无干系，日后无论你事成事败，佳瑜都只是我云昭郡主的女儿，你不可再逼佳瑜为你行事，否则我也不介意鱼死网破。夫人，你要去哪儿呢？健康不是上京没有郡主府。山高水长，云昭日后归处，与谢大人再无干系。谢怀归，我没后悔过，望你日后也不要为今日后悔。谢怀归，夫妻20余载，最后也容我算计你一回吧。想让李茂当皇帝，门儿都没有。大业立国100余年，文熙帝后谋图改革，却触动世家利益。北秦趁机南下，世家隔岸观火。御驾亲征的文熙帝战死沙场，身怀6甲的文熙皇后命宗室与世家南渡，自己却独留上京与北秦兵马周旋，最终葬身火海。死前留下却鼓出天下定的遗言。你来晚了。刚得知兄长死讯，我就赶来了。让你找的人如何了？消息已经放出去了，只是20几年过去了，不知如今还有几人活着。今日的药熬好了，蕊夫人说得盯着世子您喝完，
这兵制改革的章程，您写了又废，废了又写，真的能成吗？这是什么？哦，这差点忘了，这是门房小厮送来的，说是给谢娘子的信。针试完了，但待会儿会越来越疼。佳瑜，你随便说点什么，让世子想点别的。我能说点什么？说什么都行。那我给你讲讲我和阿茂的故事。你还是别说话了。那怎么能行？我得救你啊！我跟你讲我和阿茂第一次见面的故事吧。那个时候他可瘦了，阿父把他带到我面前跟我说，他以后就是阿父的学生。不过我那时候可不喜欢他了，因为我觉得是他抢走了我阿父，我还是更喜欢乐君。但是等他出去游学归来之后，那叫一个风度翩翩，风流倜傥，芝兰玉树。肤浅。你懂什么？阿茂对我可好了，我偷偷溜出去玩，他就在墙角下接我。我说我喜欢吃梨花糖，他就会去为我买。我说我想看看这世界，他说他也喜欢游历天下。我觉得他就像是老天爷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人，就特地把阿茂按照我想要的样子送到我面前。总之，这个天底下没有比阿茂更好的男人。我讲完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哎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说什么？发表一下意见啊！恭喜。可惜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早就嫁给阿茂了。要不是因为我，你早就嫁给长沙王了。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。那我和阿茂还要谢谢你。大可不。我去煎药，半刻钟后回来取针。好。佳瑜，你说点让他开心的话。我和阿茂的故事不让人开心吗？我明白了，你孤家寡人一个，听到我和阿茂两情相悦的故事，内心肯定是不开心的吧？我怎么就孤家寡人了？行吧行吧，不拆穿你。你还是出去吧，我看见你头疼。你不是说你看不见吗？但是怎么会头疼啊？是不是阿紫扎错了？出去。行，出去就出去。阿紫，今日市民之事需保密，我只好说是他陪我上山骑马的时候摔伤了，需休养2日。今夜世子不宜挪动，你守我守。要不你守。啊，我得再去研究研究脉案。阿紫，夏无依这脾气，我怎么照顾啊？而且我也要睡觉，我睡觉还打呼呢。世子15从军风餐露宿，过惯了苦日子的，别说打呼，打雷都无妨。醒了给点吃的喝的就行。世子很好养活的。那他喜欢吃什么？山楂糕，世子就爱吃酸的。你们俩手不行吗？世子不在，我们要替世子带领北府兵合练战术，脱不开身。世子倒下，多少也有操侍您那副马镫的缘故，你得负责呀。哎，行吧。大哥，快跑！大哥，阿娘。夏无依，像你这样的人，也会在梦中恐惧难安吗？阿娘。阿娘，大哥，不让萧大哥上战场的人，不是你吗？谢佳雨，干嘛呢？女郎，有人在门口放了一瓶药，好像是王妃。王妃，
您为何不进去看看萧无意？您不想知道他伤得如何，不想知道他在梦里喊的是谁吗？无疑心中藏着事情，他不想说，做父母的也不便问。从前我以为是我阿母管束严苛，后来才发现，是因为关心则乱。我阿母若是知道我生病了，一定是会守在我的榻前等我醒来的。王妃，我不知道您和萧无意之间发生了什么，您为何与他疏远？但他方才在梦里，分明喊的是娘。不会喊疼的孩子不一定不疼。既然您担心他，那为何不直接告诉他呢？我想他半夜醒来，一定想要喝一碗鸡汤。王妃，你能教教我吗？怎么还是一边厚一边薄？因为你习惯用右手，右手力道更大，左手力道更轻，自然如此。你醒了，你能看见了？我听到的。山楂糕。萧无意，除了眼瞎，你剩下4感简直通神了。还有鸡汤正在热着呢。比上次酸一些。我知道你爱吃酸的，所以没多放糖。专门给我做的。我又不爱吃山楂糕，这里又没有别人。你吃吧。左手再多敲5下试试。萧无意，你神了！你光靠听就能听出来我用的是左手还是右手？你试试。右。右。右手敲左边3下，左手敲右边5下。这你都能听出来？因为你用力不均匀，左手敲右边时力道会更小一些。方才你只是敲了几下，对比还不够明显。当你双手一起，动作流畅之时，双手力道的区别就会更明显一些。战鼓声也分轻重缓急，便是如此。你为大哥新做了马镫和马鞍，皮革味道很重。是。你先别想了，来尝尝这碗汤。这是我到王妃院里挑了只最能蹦跶的老母鸡，专门让王妃给你炖的，好喝吗？我想，老王妃心中肯定是挂念你的，她应当也不会因为萧大哥的腿而恨你。你们母子心中有话，应当摊开来说，而不是在梦里问。谢佳云，你心悦于我吗？啊？我问你，你心悦于我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既然没有，那你当自己是我什么人呢？之前我警告过你的话，你都当耳旁风吗？你管我兄长的腿也就罢了，还要管我和我母亲的关系。府中上下没有人管的事，与你有何相干呢？我要你来多嘴，难不成你真想在靖安王府待一辈子吗？
那我倒是可以成全。我是看你生病了，眼睛看不见不方便，不然你以为我想管你啊？要你管吗？行，你不需要我管，都是我好心当成驴肝肺。出来。闲得没事做，就去领侍军官。诺。放下。雨狼，您别生气了。这什么地方？怎么绕来绕去还在文生院？女郎，世子不让您管，这不是正好吗？您为何这般生气？您究竟在气什么呀？我气什么？我气他好心当成驴肝肺，白瞎了我的审查稿。走吧。阿紫，世子出事了。他没出事，是我自己被他气出来了。阿紫，你是怎么忍受他的？世子表面严苛乖张，其实脾气很好的。他脾气还好。小脾气不算脾气，尤其是对身边人的小脾气。那你说说，你心目中的世子是个什么样的？霸占民女、冷落原配的大魔头？那倒也没有。之前确实是有这个误会，不过后来我看到你和袁姬阿紫在祈福书上写的话了，子期她也不是。你已经知道一部分了，不过还有一部分，你应当不知道。你在祈福牌上看到的名字，是我的丈夫，他是世子的副将，守城而死。城破的时候，我随军从医，被敌军掳走，关了1个多月。后来，世子带着大军援至，夺回石城，找到了我。不过没多久，我发现我怀了身孕，很多人质疑我的清白，怀疑这孩子的出身。夫家、娘家都逼我为父君殉葬，不愿意承认这个孩子。世子找到我的时候，我已经半个身子都躺在冰河中了。所以你嫁给了萧无业？世子以强战之名，替我挡住了所有人的质疑和威胁。谁敢去招惹一个臭名昭著的靖安王世子呢？后来我生下子期，萧无义告诉我，可以帮我们改换身份，远离健康，平安度日，又或者留下来，子期成为萧家的孩子，而我可以像从前一样，随军做一名大夫。你选择了后者。我想离我丈夫的埋骨之处更近一些，想救更多跟他一样的人。如果你问我，世子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想，他一定是个好人。阿紫，其实真正不想让萧大哥上战场的，是老王妃吧？宁愿自己当个恶人，也不肯解释一句，真是个奇怪的人。哎，我都被你绕糊涂了。我原本是答应蕊生阿紫才来给你守夜的。我为萧大哥做马凳，是因为我不忍心看到一个有志青年因残疾而心生自卑，踌躇难行。所以无论有没有你，我都会帮他。我为你和王妃说话，是因为我听见你在梦里喊阿娘，
也看见王妃偷偷将药送到门口。我知道你们母子彼此挂心，所以才多了句嘴。但行好事，为何要问缘由？再说你萧无一，哪怕没有阿茂，我也是拿你当朋友的。我虽不懂超剧，也不认同你的许多做法，但我知道，在你心中仍是为百姓。莲花弩之案，你有10000个理由将罪责归在我身上，但你非但没有，还在北府将士面前为妙手证明，让我这么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。难道这样还不足以成为朋友吗？不过这朋友吧，也不是一厢情愿的。既然你在心中不拿我当朋友，还对我这么凶，那咱们的友谊就到今夜为止。你复眠之后，我们就桥归桥，路归路。你们这的菜吃腻了，明天送点不一样的来。婆婆瓜有吗？不曾听过呀。那你跟我进来一下，画给你看。哎，奇了怪了，来了那么多人，也不出屋，也不让人进去，吃个瓜就开门了，什么人啊这是？怎么了？女郎，不好了，鹰王和齐王殿下来了。他们怎么会来啊？现下萧无一还没复明呢。真有趣，消息可够快的。隔壁院都未必知道我的病，宫里和鹰王先知道。听闻世子昨日骑马受伤，彼时在即，孤奉陛下太后之命前来问疾，而鹰王则是担心世子无法上场，特来问候。鹰王多虑了，我儿昨日不过受了点小伤，不影响比试的。那世子怎么还不出来相见呢？哎，昨日无一是不是宿在侧妃院内？你去催他一下。是，母亲。英雄难过温柔乡啊，也好，正好本王也准备了礼物，要送给府上的其他人。这是我精心为大公子所选。穆连瑜，你什么意思？不形象吗？本王很遗憾，从来没有与萧大公子对战。听闻早年间2位萧公子都有将帅之才，战场之上，大公子的战功从来不输2公子。可惜呀，如今北境只闻萧无一，不知萧安民呢。姓穆的，一大早上门来寻我们会气，我看你根本就是不想好好和谈。那既然如此的话，就没必要等什么比试了。你我现在就决一死战！来，父亲。没错，我就是这只瘸腿的猎狗。那鹰王殿下怎会知，这瘸腿的猎狗不会有上场厮杀的那日呢？那拭目以待。鹰王、齐王殿下，世子已经起了，
正在花园等候二位。猜猜我在哪儿？哎，抓我呀！抓不到我吧？猜猜我在哪边？他们来了！别跑啊！这边在哪里啊？查到了。齐王殿下，冒犯了，参见殿下。听闻世子受伤，引本王好生担忧，怕影响比试。这如今看来，本王多虑了。世子这温柔乡，当真美丽啊！请吧。